的政府每天想的就是内斗、内斗、内斗，造谣抹黑。今天护国神山双手奉送，美国直接割到尾，我们累积的所有的成果进贡给美国了。下一个护国神山是什么？台湾面对美国的生吞活剥，唯一的机会是两岸的合作，打破僵局。馆长在天天被抹红攻击的情况之下，他依然坚挺在那，做的就是两岸交流啊。当你持着善意到对岸的时候，对岸也会以善意回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辛辛苦苦造山，简单吗？70年代末期80年代没有人相信台湾凭什么打造出全世界半导体的王国第一名啊？这样的一个奇迹是谁打造的？当年蒋经国、李国鼎如此有远见，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今天双手奉送，美国直接割到尾，还割得理所当然，大大方方。我们累积的所有的成果进贡给美国了，这真的是台湾要的吗？当然不是。民进党会挡吗？当然不敢啊。在野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国会的力量，是不是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要发挥作用，力挽狂澜呢？下一个护国神山是什么？台湾的政府每天想的就是内斗、内斗、内斗，每天就讲一些没有水准的话，造谣抹黑，就搞这些东西。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大概也慌了。美国政府这种步步进逼的过程，它是一步接着一步。其实之前商务部长鲁珍尼克跟贝森特财政部长都讲过类似的话，就是怎么可以让先进的晶片在距离中国这么近的地方生产。不要在那边讲什么台美史上关系最好，听了我这个心里发毛啊！这是什么好？人家对我们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任人予取予求啊，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好康的啊，人家是笑想啊，垂涎呐。台湾的保命符我们自己不护，奉送给对方，奉送给美国，太惨了。那郭智慧有什么鸟用？一点用都没有。台湾早就应该把这个当作是重大的国安危机，应该要商讨，把台积电的人找来，把业界的人找来，你要对台积电施压，你为什么不严审？法律不够严谨，修啊，改啊，早就可以修好改好啦。你都没有，你什么都没做，你还在这边。郭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再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不就这个意思吗？不用了，你是干嘛？你是吃瓜群众啊？你要了解什么？你要打听什么？你就直接魏哲家叫来问一下不就得了吗？他们肯定收到消息，就是你不敢面对真相，你不敢面对真相，你又何来的因应处理之道呢？认贼作父，然后要把台湾送给美国。今天民进党这种心态不改，那台湾空有法律也没有用啊。面对这个关税问题啊，左荣泰今天在答询的时候呢，表示，哎呀，欧盟、日本都争取到不叠加，那是因为签了协议，我们台美之间没有协议，没有定案，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叠加哦。先签协议之后，再争取到合理的税率，再争取不叠加。哇，讲了一副好像他不是讲反了吗？那我们谈了半天，不是谈协议，不然是谈什么？恭迎对方的圣旨吗？我们只能接旨吗？那你不是去谈协议吗？那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要不叠加啊，不但不叠加，而且不是只有20%，我们要降到10%啊！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你是凭什么去谈判代表啊？你连智商都有问题啊！那讲这种话，就让你知道说这个谈判绝对是不妙不乐观嘛，不然干嘛一拖再拖，拖了又拖，拖过726，现在要拖过823，你要拖到什么时候？是你让台湾的业界到底要怎么办？喝西北风啊！民进党根本就是已经一筹莫展，坐困愁城，还在死鸭子嘴硬，你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你就早一点认，告诉大家形势非常不利，川普对我们非常不友善。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形是什么？赶快找在野党商量，赶快找业界产业商量。你不是，你还在那今后了，就拖啊拖啊拖啊，不承认不好，所以大家也没办法因应。讲了半天就不知道你葫芦里头到底卖了什么药，到底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到底是多么离谱的要求，让民进党也不敢签，也不敢回来告诉国人，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去入股三星？为什么专挑我们台积电？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看不懂？柿子挑软的吃嘛，因为你民进党没脊椎又没脑，挺不起来又不会做事情。面对美国的时候，就是整个脑子就 shut down 了，然后又没脊椎，就一直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台积电当然，他董事会作为一个上市企业，他所有的发言都会非常的严谨，他必须要有底啊，对，他必须要去盘算这件事情他如何因应。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啊，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如何因应呢？还是你乐观其成呢？以后把台湾丢在这里，然后你们一个一个就跑去当美国人了呢？把我们自己的社会要觉醒，要清醒。美国的利益跟台湾的利益并不
不是一致的，而且甚至于越来越多的矛盾。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想办法保护住台湾人的利益，而且是属于人民的利益，不是属于财团的利益。凭什么台湾人我们辛辛苦苦的护国神山拿去送给你美国人享用呢？台湾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靠自己保护，而不是靠美国的保护。无薪假连环爆，8、9月呢开始启动做事休3无薪假，工具机大厂成泰也规划，现在正在申请做事休3，但是多休那一天是无薪假。根据目前的最新状况，是因应客户订单调整才会有这样的状况。不过说8月18号已经恢复正常日程了，可是还有其他的工具机大厂，还有零件协力大厂可能都会进行裁员，例如呢裁到剩下30%，有的要裁1/3，还有自行车大厂也公告营运到年底啊。虽然后来说还澄清说可能跟关税没有关系，自行要转型的部分。另外台中市政府也接到百德机械申请94个人开始实施无薪假，还有就是所谓的汇损加关税真的被打趴啊。责任集团会长杨德华指出啊，台厂这一次关税叠加比日韩多10%，汇率又多了10%，台厂全部被打趴，讲得很重哦，根本不用玩。哪一家台湾厂商净利可以达到30%跟40%以上？哇，念到都头皮发麻了。变少了，产量变小了，那当然就放假啦，那不需要日夜加班啦。以前是说要休假没有办法休假，还要加班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供不应求啊。现在就休假啦，因为没有订单啊，那不休呢？就是我说的，那马上未来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越来越多。美国这种做法，你全世界为什么经济会萎缩的原因就在这里嘛？你全世界都受到关税战的冲击，整个订单都会下降，都会萎缩的，全世界的经济就会萎缩，你就会带来经济上面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寒冬。台湾现在就要开始，国对我们来讲是第2大的市场，第1大的市场是中国大陆，可是民进党一直想要把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收起来，最好不要有任何的依赖。去哪里找取代的市场？没有啦，找不到啊。我们甚至要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为如果美国还要这样子无理取闹，还要对我们做这么多的关税壁垒的话，你势必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经济的体量就萎缩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取代的市场？中国大陆就是最好的取代的市场，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东协就是最好的市场嘛。那所以这个是一定是一体牵动的，但是民进党却不愿意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不愿意是两岸经济共同生活圈的一个必然的发展，合理的发展。他硬要什么事情都要依赖美国，所以才会导致今天如此动弹不得，身陷险境，无法自拔。所以你整个的战略思考的错误，才会导致台湾未来要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些都还是受到关税的打击。那还有你开放关税零呢进来的呢？那还有另外一批产业呢？所以我就说你会面临100万劳工失业潮，你如何因应？在你100万劳工失业潮，还有农民也要失业了，因为美国的农产品要进来了，他一直不敢公布啊。那台湾农民也没田种了，工人也没班可以上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还要遇到一直不断节节上升的电价，电价就会导致万物齐涨，通货膨胀，没有薪水，薪水不涨，物价又一直不断的上涨，请问日子怎么过？这就是接下来台湾要面对的问题。民进党有超前部署吗？民进党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严峻的经济形势吗？没有，因为他不敢面对现实，不肯面对现实，说谎说久了，都把谎话自己当成真的了，那多恐怖啊！那你接下来台湾怎么办？民进党怎么办？民进党就说那到时候再通过啦，现在不是通过了5000多亿的条例吗？通过钱就是他就想说那就撒钱咯，他就是发钱嘛，发钱谁不会啊？还需要你们吗？但有办法无限制发吗？不可能啊。是嘛？所以呢，那你能发多少？台湾哪来那么多钱？而且台湾还要先付很多钱给美国，我都没钱付给美国了，那你怎么办？你美国动辄9000亿台币、5000亿美金，都是几千亿、几兆的跟台湾要，那台湾付给了美国，还剩下什么钱？那不如这些钱不要付给美国了，发给我们台湾人啊，他们看你啊，没有了劳工，你能养我一辈子吗？那以后年轻人怎么办？去哪里找工作？台湾没有工作了，你要叫年轻人去哪里？不负责任，荒唐荒谬，这就是你们民进党支持者支持出来的好政府。台湾面对美国的生吞活剥、步步进逼啊，唯一的机会是两岸的合作来打破这个僵局。民进党政府当然是一味的反对两岸的交流，最近陆委会动作非常之恶劣啊，我只能用恶劣来形容。目前面对大罢免第2波跟公投，民进党是一筹莫展，那也没有什么亮点，也没什么收视率，所以绿媒又沉不住气，包括8囧又浮出来，全部又开始在骂馆长。可是馆长做的就是两岸交流啊，在天天被抹红攻击的情况之下，当你持着善意到对岸的时候，对岸也会以善意回报。是民进党反其道而行。我是对馆长非常的刮目相看，我认识的馆长他就是个网红，但是我去到那边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台湾的中小企业主，不是只有胆识，不只要敢冲敢闯去那边开拓市场，你生意要做得成啊，而且
且要长久。哇，有台湾经济奇迹是怎么来的？我在馆长的身上就看到，我想说，哇，原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呐，他的经营管理能力非常的厉害的。